行运设计师，有趣有料有深度。微信占据着中国大陆社交应用的头把交椅，以2019年的数据来说，月活数量高达11.51亿 ，QQ 则排第2名，月活数量在8亿左右。但是他们的受众用户只停留在中国大陆，无法走向国际。除了发展较晚之外，中国防火墙的存在导致其他社交应用不能正常使用。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言论审查不注重用户隐私，任性封号却不告知你具体原因等等。这里就以 YouTuber 左拉他亲自演示、亲自录制的录像为例，他的微信被封号后，提示是该微信账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永久限制登录。但是这里有一点要说明，涉嫌传播恶性谣言是一个口袋罪，即使你说的是真话。参考前不久中国大陆发生的李文亮事件，点击查看了解详情，可以进行申诉，也可以进行提取微信内的资产，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渠道申诉，账号基本上回不来的。所以在大陆有一句名言，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删帖封号。微信和 QQ 很好的践行着这句名言，这里就以微信为例，详细说一下它的内容审查。微信有着庞大的敏感词数据库，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名的敏感词比如法轮功、天安门6·4、自由西藏，甚至是中美贸易战当时签订的协议内容也不能讲。重点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就是这次爆发的 COVID-19 了。由于是从武汉开始大爆发，更是让微信审核如临大敌，增加了很多敏感词。据一份多年追踪研究微信敏感词的机构做出的调查报告显示，可以看出 COVID-19 的爆发，微信功不可没，在切断传播真实消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微信上输入美国疾控中心冠状病毒，不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接收方都无法看到，是不是很有意思？再看一下还包括什么，这些都是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后迅速加入到敏感词库。武汉不明肺炎，武汉海鲜市场，沙士变异，爆发 SARS 疫情，武汉卫生委员会， P4 病毒实验室。又比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武汉视察，又增加了不少敏感词。通过观察，凡是和习近平3字有关的基本上都可以归为敏感词，也就是说要被审查的词。最有意思的是，连中国武汉的 P4 病毒研究所也会当敏感词来过滤审查。即使过去多时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也还依然在微信的敏感词库，很多相关消息依然无法收到。台湾有关口罩出口政策，当时引来不少非议，而在微信上也进入了敏感词行列。除了这些，微信还会擅自启动麦克风和相机，记录你的位置，查看你的联络表和照片，甚至偷偷拷贝数据到服务器，随时随地。这也就是微信为什么在国际上打不开市场原因。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政府行为，本不可责怪它太多，而要深思自己是否对其依赖太深。微信有2个，可能不止2个，但是简单说成2个吧。服务器，一个部署在中国大陆，专门供中国使用的服务器；一个部署在海外，对于使用中国手机注册用户，统一默认是中国服务器，包括建的群也是。根据最初建群群主，也被分成中国和海外，二者都会被受到审查。关于微信的审查，没有找到具体的视频，但是找到一个映客这个 APP 的关于审查的资料，可以看一看，应该都差不多。我们相当于那个环卫工人，只是我们净化的不是马路，不是小区，我们净化的是网络空间。我叫志恒，是湖南映客的内容安全负责人。Hello， 欢迎大家进入小 C 的直播间。审核部其实主要是对所有用户在 APP 上发布的这些内容，包括视频、音频、图片、文字，进行一个合规性的审核。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审核团队
大概是1200人左右。所有用户开播以后，他的直播内容都会先由系统做一系列的预处理，包括延时，包括截图出帧，然后根据图谱识别，它会做一个等级的区分。系统标示为微度比较高的，那这种我们会重点监控。比较常见的，其实在直播过程中比较第一个就是吸烟，就很多用户其实不太清楚吸烟这个东西在直播这个场景下是不允许的。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纹身，特别是大面积纹身，涉及到低俗，类似像那种我们常说的露沟，那这种就很容易被界定到低俗里面去的。那警告过以后，给一个时间段，他仍不改正的，那我们就会直接对这个账号功能进行一个拉黑操作。明显的裸露敏感部位、爆骨这种底线违规，那它就不会有提示，也不会有警告。喜欢的一一发现，立即拉黑。据说点后，男的鸡鸡长2厘米，女的咪咪大1个罩杯哦。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某个地区政府打算修建垃圾焚烧发电站，就在城市的附近。然后可能因为一些沟通的问题，就是大家群众存在一些不满，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聚众示威的这个行为。然后当时我们发现了以后，以那个事故的发生点为中心，画了一个在 GPS 上面画了一个圈，10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用户不能直播，然后就把整个这个事情给防控住了。重大的社会事件期间，你说19大，整个具有舆论动员能力的互联网的平台，微信、QQ、微博，国家有一套规划的机制，就你必须按照这个机制来做。你需要对哪一些敏感内容进行一些规避。这个是我们实施的23月份的一个操作情况，是好像这一块导致它那个响应时长过高，其中是吸烟的异常最多，就是真正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我们也会请一些专家，我们去参与培训和学习。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案例，包括说国家法律层面对这些东西是怎么界定的，但这个也不是说基于全员的。这个都是基于小范围的，或者是更多的是希望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去实现，然后人工只是针对于这个极端案例进行一个复核。像新闻似的，定期我们给组员进行发放，这些平台内的是因为主要监控嘛，做一个汇总，然后包括那个宣发，这样到组员让大家都知道。从事内容安全这份工作，去保障整个行业内传播的这些内容依法合规、使命感，这是发自内心的。通过视频观察，可以发现关于内容审查已经做到了十分精密的程度。微信的审查技术相比映客视频来说，可以说更加发达。怎样会封？微信有2套审核机制：系统自动和人工审核。系统自动包括数据分发、去重、审核、分析4步，如果被检测出3次违规，则直接进入人工审核阶段。人工审核1次后，那么恭喜你，你的账号基本上会被封了。再有，如果你有什么敏感话题想在微信上说，怎样避免被封，那么你就必须要通过稽审这一关。稽审又分为如下几类，比如第一类文字最容易了，就如之前介绍那些多如牛毛的敏感词，关键词审查出现这些常用词，直接就可以被发现，所以一般大家都会用替代词，比如谐音、绰号或是各类符号，有时候是2种或者多种方式结合起来一起用。还有更多这种文字的方法，请看下一期视频的介绍，这里先剧透一下。第2类就是图片、文件、视频，它们的对应的在服务器里面会产生一个哈希值，如果不做修改，这个值是固定的，所以你从 A 群转发到 B 群、C 群、D 群的时候，显示的是你转发的同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敏感物件，那么在服务器端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pass 掉，
不会让别人接收到，所以说即使你再转发，也不会有人看到。而常常呢，需要改变的话，就需要这样，比如说把图片几个道涂抹，这样就改变了。第三类，公众号文章链接，这个的话，有些公众号会被删，在外网有存档的，一般都是以在链接中加入一些特殊符号，比如说百分号、美元符号等等，这样发给别人之后，让他们把特殊符号去掉，就可以打开这个链接了。知道了这些原理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你转发给别人之后，别人看不到，是因为在服务器端直接就把这个信息给过滤了。封禁原理了解后，继续聊聊该怎么解封。目前了解到的解封办法有3个：直接去工信部投诉微信失去之后对于你的伤害，一定要坚持自己是正确的。第2个是一个外教，他在微信上发了有关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消息，然后他就被封了。此时他就上微信去申诉，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就这样解封了。第3种方式呢，则比较极端了，那就是前往微信总部大楼要求解封微信号码。曾经有人威胁要跳楼就给解封了。当然，以上文字只是参考，解封不解封还要看具体情况。